这个男孩天生拥有一双阴阳眼，能轻易看到游荡在人间的恶魔，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。15岁这天，男孩幼小的心灵彻底崩塌，企图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一切。当医生对他进行抢救时，无意间将他的灵魂传送到地狱，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短短2分钟的时间，仿佛在地狱经历几10年的折磨。回到现实后，男人练就一身本领，成为世界顶级驱魔人康斯坦丁。这就是2005年由基努·里维斯主演的经典神作《康斯坦丁：地狱神探》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抱团观看。电影开始，女孩被恶魔附身，正诡异的在屋顶爬行，母亲被吓坏了，赶紧找到胖神父帮忙。不料恶魔实力太强，神父也无济于事，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约翰·康斯坦丁。作为一名顶级驱魔师，他根本不把这种小怪放在眼里，认为用不了1支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。进入房间后，约翰一把扯下窗帘，然后拿出一串法器，将阳光投射到女孩脸上。很快恶魔有了反应，在床上痛苦挣扎。约翰见状，直接将女孩骑在当下，告诉恶魔：“我就是地狱神探康斯坦丁。”紧接着将法器按在女孩的额头。一阵痛苦挣扎过后，女孩很快没了动静。就当众人以为一切结束时，恶魔突然发起进攻。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恶魔，他赶紧让吃瓜群众搬来一面镜子，随后吩咐众人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睁眼。可在电影的设定里，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发生意外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大叔忍不住睁开双眼，导致满头黑发瞬间变成白色。约翰见状急忙上前制止，下一秒成功将恶魔封印到镜子中。原来他是地狱里最低级的师傅魔，由于智商太低，只能附在人类身上才能进入人间。约翰见状对恶魔摆出友好手势，将镜子扔出窗外。恶魔被驱除后，女孩很快恢复正常。这时约翰看到墙上的图画，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上面画的正是传说中的命运之矛。命运之矛本名朗基努斯枪，是当年杀死耶稣的武器，只要拥有它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。前不久在墨西哥一座废弃的教堂内，一名流浪汉不小心踩碎地板，无意间找到这把遗失多年的圣器。下一秒，红衣小哥瞬间觉醒，鬼使神差地向马路走去。奇怪的是，汽车已经报废，红衣小哥却毫发未损地逃离了现场，所到之处皆是死亡。这就是命运之矛的可怕之处。约翰察觉到异常后，希望胖神父利用通灵天赋帮忙留意恶魔的动态。殊不知，一个神秘人正在暗中注视着两人。镜头一转来到女主这边，女孩名叫翠花，是一名正义警察，每次枪杀罪犯后都会主动来教堂忏悔。而让她一直困惑的是，很多同事从警20多年都没开过枪，自己却总能察觉到罪犯的藏身之处，甚至能精准地掌握射击位置和开枪的时机。翠花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，但神父却告诉她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。晚上睡觉时，翠花做起了噩梦，仿佛听到某种召唤，走出病房后直接跑到楼顶，摘下手上的标签，从上面一跃而下。好在只是一场噩梦。与此同时，约翰突感不适，从嘴里吐出大量鲜血。第二天到医院检查后，发现自己已经到达肺癌晚期。原来约翰从10几岁起就烟不离手，每天享受吞云吐雾般的生活，但他并没意识到，抽的是情怀，燃烧的却是生命。因此奉劝朋友们珍爱生命，远离烟草。与此同时，翠花来到医院的案发现场。原来昨晚发生的并不是梦，死者正是她的双胞胎姐姐伊莎贝尔。翠花对姐姐的死感到疑惑，认为她不可能自杀，因为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知道自杀属于重罪，死后上不了天堂。可从监控上看，确实是她自己跳下去的。离开医院后，约翰找到一位收藏家好友，从这里获得一些专门对抗恶魔的魔法道具，比如来自阿米蒂维勒的尖叫甲虫，能喷射火蛇的龙之吐息枪，以及从约旦河采集的圣水。随后他将女孩的事说了出来，希望朋友帮他调查一下，看看此前有没有恶魔入侵的案例。晚上，约翰到教堂找到大天使加百列，希望他向上帝求情，帮自己延续生命，只有这样才能继续降妖除魔，维护世界和平。没想到加百列一眼看出他的心思，认为约翰之所以做好人好事，都是为了向上帝赎罪，希望自己死后能进入天堂。而这种自私的行为根本得不到救赎，只有献身和信仰才是最有效的办法。与此同时，翠花也在教堂和神父交谈，希望帮姐姐举办天主教葬礼。可自杀在这里属于不可饶恕的重罪，因此被神父无情拒绝。而约翰注定会坠入地狱，是因为他在15岁时曾经自杀过，并亲眼目睹了地狱的恐怖景象。离开教堂后，约翰一脸绝望地走在大街上，看着路边的广告牌更是来气，仿佛在嘲笑他即将坠入地狱。下一秒突然遭到恶魔的袭击，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。好在约翰身手敏捷，然后冲到马路中央，捡起地上的尖叫甲虫，利用过往的车辆成功将恶魔送回老巢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约翰准备到酒吧寻找午夜老爹帮忙。午夜老爹是个正义使者，一直保持着中立原则，在他的地盘允许天使和魔鬼共存，但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上动手。
成功进入酒吧后，约翰打算跟他借一把椅子寻找真相，怀疑恶魔企图打开地狱之门降临人间。可老黑听后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，从古至今天堂和地狱就一直保持着平衡，只要平衡不被打破，他就不会插手此事。约翰被拒绝后开始嘲讽对方，没想到曾经单挑30只恶魔的巫医，如今却变得如此懦弱。老黑听后一脸淡定地说道：“那些都是过往云烟，只有安逸的生活才是永恒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翻着硬币的神秘人走进房间，比起之前的普通恶魔大壮显然更加高阶。面对赤裸裸的挑衅，约翰恨不得将其送回地狱，但他必须遵守这里的规矩，最后只好转身离开。另外一边，胖神父正在用通灵能力从几百份报纸中寻找恶魔的踪迹，一顿摸索后终于查到伊莎贝尔的自杀事件。与此同时，翠花正在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，无意间发现姐姐在跳楼前居然说出了约翰·康斯坦丁的名字。为了查出真相，翠花利用警察身份来到约翰家，希望他帮忙查出杀死姐姐的真凶。姐姐死前曾患有妄想症，开始谈论恶魔和天使，因此他怀疑姐姐是在恶魔的蛊惑下坠楼身亡。可约翰根本没心情插手此事，不但没帮忙，还告诉他姐姐的灵魂进入地狱后会被五马分尸，在惨叫与痛苦中无尽挣扎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翠花听后被当场气炸，不料他刚走出房间，约翰就看到一大群鬼影从窗前闪过，他害怕翠花有危险，急忙冲出门外。可还没等他向对方解释，街道上的路灯突然熄灭，只有圣母像的灯依然亮着。约翰知道这是恶魔降临的征兆，赶紧拿出裹尸布缠在手上。在灯光熄灭的瞬间，约翰赶紧点燃手上的头布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约翰发现恶魔已经破坏了两界平衡。为了向翠花证实姐姐死亡的真相，他决定到地狱一探究竟。如果姐姐是自杀的，她的灵魂肯定会进入地狱。随后两人来到翠花家，在地上放上一盆水，然后抱起伊莎贝尔生前养的猫，准备利用它进行施法。因为猫的眼睛可以看透阴阳两界，最后让翠花到门外等候。就在房门关闭的瞬间，时间突然静止，康斯坦丁顺利来到了地狱。这里如同世界末日一般，吞噬着所有光明和希望。无数只恶魔在地下痛苦咆哮，约翰一刻也不敢怠慢，很快找到了姐姐的灵魂。同时，恶魔嗅到人类的味道，也纷纷向他发起进攻。姐姐看到约翰后，急忙扯下手上的标签，转身跳进更恐怖的地狱之渊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约翰成功抓住了标签。随后，约翰将标签交给翠花，表示他姐姐确实是自杀的，不过这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谜团。随后，两人来到餐厅，约翰表示自己从小就能看到鬼，结果家人却把他当成怪胎一样进行各种治疗，最后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，只好用自杀来结束一切。在医生对他进行抢救时，却无意间穿过边界，那一刻时间突然静止，在地狱里的2分钟就像一生那么漫长。再次回到人间后，他终于明白，原来天堂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，人类只是生活在他们的夹缝之中。为了争夺人类的灵魂，上帝和撒旦立下契约，天使和恶魔不能进入人类世界，好人死后升入天堂，屌毛死后打入地狱。所以他们看到的恶魔都是混种，混种也就是拥有魔鬼之力的半恶魔，以及守护人类的半天使。康斯坦丁的职责就是将那些不守规矩的混种送回地狱，因为他之前自杀过，所以死后只能前往地狱，可里面全是被他送回去的屌毛。为了避免遭到对方的报复，康斯坦丁只好用驱魔进行赎罪，来换取前往天堂的门票。翠花认为上帝或许有他的安排，因为姐姐小时候也能看到鬼。另一边，胖神父为了调查姐姐的死因，偷偷潜入殡仪馆寻找线索。找到姐姐的尸体后，利用通灵感应很快察觉到异常，下一秒手腕上出现一个奇怪的标志。胖神父预感不妙，想用酒精来驱除身上的诅咒，可瓶子里的酒却怎么也倒不出来。他赶紧冲到便利店，疯狂地往嘴里灌酒，可无论他怎么做，却一滴也流不出来。而现实中他已经喝了很多，原来他一直处于幻境之中。胖神父感觉自己在劫难逃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在手心留下线索。当约翰赶到时，胖神父已经中毒身亡，在手上发现他死前刻下的图案。约翰赶紧给好友打去电话，让他帮忙查看符号的含义。经过一番搜寻后，男人终于从地狱版的圣经中找到了答案。上面写道，世界不会因上帝之手灭亡，而是在黑暗的笼罩下浴火重生。更恐怖的是，胖神父手上的图案正是恶魔之子马门的标志。传说中马门早就不想被父亲的规矩束缚，一直渴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，但想要来到人间，首先他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通灵者的躯体，然后再通过上帝之力完成穿越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异响，所有机器也开始自动运转。下一秒，一只苍蝇从老头的眼眶里爬了出来。当约翰赶到时，老头已经被无数只苍蝇啃食殆尽。看着好友接二连三的死去，让约翰悲痛不已。
这时翠花向他说出自己的秘密，原来小时候他和姐姐一样也能看到鬼，可当他看着姐姐被父母折磨的惨状，便将他隐瞒了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通灵能力彻底消失。现在为了给姐姐复仇，希望约翰帮他重新恢复神力。而激活神力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翠花躺进浴缸内，感受到濒临死亡的感觉。只要在地狱看上一眼就能恢复神力。在一番痛苦挣扎下，翠花成功觉醒，并且看清了所有真相。随后，翠花凭借强大的感知力，在凶杀案现场找到了一枚硬币。这一刻，约翰终于明白，原来杀死胖神父和好友的凶手都是大壮。得知真相后，约翰立即整装待发，准备为死去的朋友报仇。离开前，约翰把胖神父的护身符交给翠花，让他在车上静静等候。此时，大壮正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绝世容颜，突然镜子中的脸发生扭曲，下一秒，一道火光冲天，瞬间被强大的冲击力击飞。可他并不是普通的恶魔，火焰和圣水根本伤不了他。冲上前一把掐住约翰的脖子。紧急时刻，约翰拿出金色纸虎一拳打烂大壮的狗脸，然后将他骑在当下，威胁他说出恶魔之子的计划。原来他准备利用上帝之血闯入人间，并且找到了杀死耶稣的凶器，也就是红衣小哥捡到的命运之矛。就当约翰准备离开时，翠花赶了过来。这时大壮笑着说道：“其实他才是我的目标。”原来他们要找的宿主就是恢复神力的翠花。约翰听后果断将大壮一枪爆头。当两人准备离开时，约翰发现之前交给翠花的护身符居然没带，下一秒突然被一股神力拖入黑暗。为了拯救翠花，约翰直接带着助手闯进酒吧，威胁老黑交出那把特殊的椅子。这一刻，老黑彻底暴怒，冲上前将约翰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当得知胖神父和好友遇害后，老黑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一旦恶魔之子降临人间，这里将变成人间炼狱。随后，两人走进一间密室，终于见到了那把特殊的椅子。原来这是一把古老的审讯椅，只在是新监狱的时候曾审判过200多个灵魂。在老黑的帮助下，约翰成功穿越3界，终于看清恶魔之子的阴谋。原来他们举行仪式的地点正是姐姐自杀的医院。有了这些线索，他们再次整装待发。令人震惊的是，约翰的专职司机小帅居然用自学知识研制出驱魔子弹，并表示这些混血恶魔的皮肤被圣水腐蚀后就会变得十分脆弱，只要持有某些圣物，即使不是神职人员也能将普通的水变成圣水。就这样，小帅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成功加入到驱魔队伍。很快，两人来到翠花所在的医院，小帅直接来到水房，将十字架放进水箱。约翰独自走进房间后，开启虐杀时刻。另外一边，翠花被丢进了姐姐自杀的水池。就当她一脸疑惑时，之前的红衣小哥突然出现在身后。翠花见状，急忙举枪射击，结果却毫无卵用。想要逃跑时，被对方一把拖入水池。几秒钟过后，被成功送到了地狱，在里面见到了恶魔之子马门。当约翰赶到时，翠花已经被恶魔附身。约翰见状，赶紧上前驱魔，在小帅的帮助下，成功将翠花拉出水池，然后念出驱魔咒语，成功赶走了恶魔。小童小弟竟敢班门弄斧，打回天牢，打回天牢！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就当几人以为一切结束时，翠花突然感到一阵腹痛。原来恶魔之子并没有离开，准备从翠花的肚子破壳而出。就当约翰不知所措时，小帅突然念出一段咒语，约翰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，和小帅共同念出咒语，成功控制了恶魔。结果没帅过2秒，突然被一股神力击飞。经过一段跌宕起伏的表演过后，小帅彻底领了盒饭。这一刻，约翰彻底暴怒，露出双臂上的红王之印，放出终极大招。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直在背后作怪的人居然是大天使加百列。这时，约翰终于明白，恶魔之子之所以如此猖狂，都是加百列在背后鼎力相助。而加百列如此厌恶上帝，是因为不管人类犯了什么错，只要诚心忏悔，就能得到救赎的机会。他认为这样很不公平。后来，加百列发现，人类只有在面对恐惧时，才能展现出善良的本性。因此，他决定和恶魔之子联手，将这里打造成人间炼狱，让人们在恐惧中散发善良的人性。如果约翰在经历地狱的洗礼后还能存活，就能获得进入天堂的门票。说完，吹出一口仙气，将约翰送出千里之外。现在只要加百列用命运之矛划开翠花的肚皮，恶魔之子就能降临人间。约翰知道自己不是加百列的对手，
便开始向上帝求助，结果没得到任何回应。无奈之下，约翰捡起地上玻璃，划开手腕，下一秒，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人从天而降。他正是恶魔本尊撒旦的真身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当约翰死的时候会亲自收割他的灵魂，而约翰的目的就是利用他来对抗加百列以及处于叛逆期的恶魔之子。随后，约翰告诉路西法，现在你的儿子正在隔壁，马上就要挣脱束缚来到人间，打造属于自己的地狱王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仅找到了命运之矛，还得到了上帝之子加百列的协助。路西法听后一个闪现冲到隔壁，正好看到加百列举起手中的命运之矛，他赶紧冻结时间冲到翠花面前。加百列看到路西法后彻底慌了，本想借助上帝的力量与其对抗，结果发现自己因背叛上帝被收回了所有神力。路西法见状，先是将镊子送回地狱，然后用法力让加百列的翅膀化为灰烬，让他彻底变成一名。收拾完残局后，路西法再次来到约翰身边。这次约翰表示可以和他进入地狱，但他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伊莎贝尔进入天堂的门票。路西法稍加思索后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可当他准备将约翰的尸体拖回地狱时，约翰的身体却越来越重，连地板都被压出一个深坑。下一秒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。原来约翰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动了上帝，成功获得进入天堂的门票。约翰计谋得逞后，向路西法比出一个天地通用手势，结果没帅过2秒，突然被路西法一把拽住，然后将双手插进他的肺里，把癌细胞全部掏了出来。因为只有让他继续活下去，才有机会收割他的灵魂。电影最后，约翰和翠花成功获救，加百列失去天使之翼后，彻底成为一名凡人。只见他端着驱魔枪走到约翰面前，希望他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约翰并没上当，只是给了他一记重拳，让他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疼痛。没想到经历人间险恶后，变成了古医法师。离开医院后，约翰将命运之矛交给翠花，让他藏到一个任何人找不到的地方。面对此情此景，翠花已经做好一切准备。可没想到约翰是个钢铁直男，当翠花的嘴唇离他只有 0.01毫米时，他却选择了放弃。可能经历2次死亡后，他已经看透世间万物，认为女人比香烟更伤身体。戒烟成功后，他果断选择了一打。电影最后的彩蛋，约翰来到小帅的坟前，把最爱的打火机作为礼物放在墓碑上。可当他准备离开时，一双巨大的翅膀出现在身后。原来小帅被加百列杀死后，竟被上帝选中成了新的天使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